中国基建再一次走出国门，挪威7.8亿大桥项目就被我国轻松拿下。为什么挪威会喜欢中国方案呢？我国在修建挪威哈罗格兰德大桥时付出了多少努力？这里是知识天地。也许有人会问，挪威作为欧洲国家，为什么要寻求中国的协助造大桥？实际上，这是因为近年来我国在国际上不断的投标中标，已经初见成效了。就以四川省对外工程量来看，截止到2021年，包括瑞典在内的超过70个国家和地区的近100个基建项目，最终都是由东电集团拿下的。而位于俄罗斯波罗的海的海化工综合体工程，则是当时我国承接的最大的国际承包工程。除了项目数量众多之外，建设的领域也是多种多样。例如，缅甸当地的西端泛亚铁路、尼泊尔的水电站建设，甚至阿根廷的整体铁路完善设计等等，使用的都是中国方案。除了给各国交付的建设答案令人满意之外，我国国内的基建成果也是挪威最终选择中国力量的重要原因之一。毫不夸张地说，位于我国境内的黑龙江大桥以及西侯门跨海大桥一定引起了对方的注意。这座连接中俄友谊的基础设施全程长度接近20公里，并且这也是我国首座位于高纬度高寒环境下的大桥。不过，虽然工程过程中遭遇过各类难点，但最终我们还是逐个突破了，也因此中国自然轻而易举的就在挪威哈罗格兰德大桥的项目中竞标成功了。中国为挪威修跨海大桥，为何各国议论纷纷？挪威纳尔维克市辖区内拥有一座不动港，并且还有着世界最北的头衔。在这个特别港口的带动下，当地也发展出了极其繁荣的旅游业以及货物海运业务。然而，这些益处更多的还是国家方面的。对于当地普通居民而言，吃喝住行才是生活的主调。如果他们想要从临近奥夫特峡湾的城市到达对岸，往往需要绕出1个半圆，多走11英里的路程。从地图上来看，这几乎是走完了峡湾的全程，并且峡湾除了水多，名字当中的峡也是说明了周遭的地势高低崎岖。由于山地众多，所以在气候恶劣的时候，甚至会发生山体滑坡等灾害，阻碍人们正常的通行。对于挪威而言，这个内凹的峡湾也让到达不动港的货物难以迅速地运输到国内各地。这种人们对便利出行的需求以及国家对货运增效的需求，最终就让挪威官方产生了要修建跨海大桥的想法。起初，在中国建设方想要竞标时，其实挪威官方以及当地的居民都对中国的基建能力有所质疑，因为在他们眼中，我国并不是与他们同伍的发达国家，工程建设就算能力优越，也可能达不到要求。哈罗格兰德大桥是块不好啃的硬骨头，因为就算是普通人都应该知道极地地区搞基建代表着怎样的困难。但我国四川的路桥集团还是硬生生啃下了这块硬骨头，甚至通过完美的工程建设，挪威还将当地的第2座大桥挪威贝特斯塔特大桥的建设工程交给我国来做。2018年12月9日，哈罗格兰德大桥就已经实现了正式通车，挪威贝特斯塔德大桥也在2年后的春天完工，目前已经是正常通车的状态了。挪威7.8亿打造天价桥，全球只有中国敢出手。由于挪威是欧洲发达国家，所以在工程上要求我们必须按照欧洲标准来做，整个交涉过程招标文件也必须使用当地的挪威语。高昂的翻译成本让我们还没有确定能不能赚钱之前，就先自己掏腰包了。中标之后，工程的各类困难点是我们避无可避的，首当其冲就是北极圈对桥体材料的影响。根据研究人员观测，当地每年从11月开始，近半年时间都不会迎来气温的回暖，甚至在大桥工程最寒冷的阶段，温度能够达到零下32度。如果不考虑环境因素，直愣愣地选择混凝土材料，那最终大桥还没有投入使用，就会有坍塌的可能。除了低温之外，当地凛冽的大风也会持续地减少大桥的使用寿命。而为了解决这2个问题，我们也提供了一个特别的中国方案。那就是在建设悬索桥时，将索塔由常规的 H 型改制为 A 型，利用这种结构稳定的形状抵抗可能存在的恶劣气候。此外，我们在大桥缆索的设计上也与往常不同。据统计，虽然大桥全长1533米，但其中使用的主缆长度却超过了1700米。这些缆索的重量总计超过了10000吨。为了让这些缆索能堪大用，每一根缆索内部都有着40个锁骨，锁骨中还包含着接近130根的钢制缆线。
可以说，特制的索塔与缆索成为了哈罗格兰德大桥能够长期使用、无视北极圈气候的最重要的压舱石。为了能顺利进入桥面建设阶段，我们在索塔上的索缆间设置了多个液压装置，通过人为的控制将索缆的距离拉开，从而为正常的大桥通行创造条件。然而，索塔和索缆的问题解决之后，桥面的运输也成为一个难题。因为为了提高工程效率以及减少基地地区对建设人员的影响，大桥整体30个节段的桥面全是在我国国内生产制造的。为了能够让这些桥面安稳落地，我们在挪威当地使用了能够承载800吨重量的专用起重机。虽然过程十分冒险，但结果却十分喜人。最终，在我国强大的基建实力面前，高难度的哈罗格兰德大桥也并没有翻起什么风浪。我们也靠此再次打响了中国造品牌的声誉。知识 TNT， 专注你不知道的食物科普，我们下期再见。